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宏，今天想分享2024年3月31日 State of Play 的完整内容。拍摄有点慢了，别问我说，大家也知道这场发表会最轰动的游戏是《魔物猎人荒野》，而且艾洛猫这次竟然会说话。在这次影片中，我会顺着发表会发布的顺序进行介绍，共有14款游戏。大家如果有自己想看的部分，都可以在说明栏按下指定的时间点看指定的内容。想要保留惊喜的观众，记得别打开说明栏，会有更好的观影体验以及惊喜。首先 Concord 由 Firewall Studios 开发的第一人称5对5射击游戏，也是该团队开发的第一款游戏。本作舞台设定在名为 Concord 的星系中，从玩家登录游戏的那一刻起，就会成为北极星小队的一员。在这个星系中的雇佣兵会被称之为自由兵，他们会接取高风险的任务，与其他自由兵小队激烈竞争。该团队在打造这款游戏时，非常着重紧凑感以及角色的平衡，且不仅受到许多同类型的游戏影响，也参考了格斗游戏以及策略游戏进行制作，让自由兵及其能力都丰富多样且变化多端，单凭瞄准和操作并不能保证获胜。为了让玩家更加了解他们的故事，游戏上市后每周都还会在游戏内推出新的动画短片，透过连续的剧情叙事延伸角色故事发展与彼此之间的关系，呈现自由兵的生活。游戏将于7月开放体验版，8月24日发售，登陆 PS5 以及 PC 平台，支援线上多人游玩。战神都神黄昏由 Japan Interactive 进行移植的动作冒险游戏，将在9月19日登陆至 PC 平台。PC 版解锁了影格率，搭配 4K 解析度，充分展现一镜到底的魅力。也同样如之前 PlayStation 移植的作品一样，支援宽荧幕，且包含 DLC 内容。虽然这个 DLC 内容其实本来就是免费的，让 PC 玩家们迎接预言中的末世。真算个无双起源，由 Omega Force 开发的始祖割草游戏，真的是什么 IP 都可以做成起源故事。本作主角是全新的原创角色，以无名英雄的视角描绘三国时期的混乱，且展现了该系列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军队，充分利用现代主机的硬件规格打造全新的战场，面对目力所及之外的庞大军队的挑战。游戏预计2025年发售，登陆 PS5、Xbox Series S 以及 PC 平台。无限软软由叠子游戏开发的开放世界换装冒险游戏，奇迹大陆是该游戏的背景。这片大陆上不仅是对美的追求，且具有魔法，依靠换装的力量来改变世界的命运。每个服装都有不一样的特殊能力，如浮动、进化、滑翔、缩小等，克服复杂的环境和挑战。游戏在今年会开放测试，除了上市至 PS5 以外，后续也会登陆 PC 以及手机平台，最多支援线上5人游玩。万物契约由 T-Sports 开发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，故事讲述游戏中拥有着另一个版本的世界，而在那个世界中有着无法想象的部分，名为 Para。 然而生命世界的本质被一股古老的力量入侵夺走，并困境在 Para 之中，这也就是故事的开始。玩家在游戏中拥有多个可玩角色，通过奇异风景体验2个命运交织的冒险，探索一个精心设计以探索导向的关卡，每个目的地都有独特的 Para，具有迥异的生物群系、故事、英雄和对手，揭示这片土地灾难背后的真相。游戏预计2025年发售，是款免费游戏，支援线上3人游玩。Skydance Behemoth 由 Skydance Games 开发的动作冒险 VR 游戏，该团队是曾经打造《阴尸路》、《圣徒》和《睡人》的团队。玩家将扮演一名身患毒素的流浪者，来到遗弃之地，为了解除这场可怕的诅咒。在那里，你需要克服阻碍你路径的障碍物，探索每个角落来获取难以触及的物品，或是突袭毫无戒备的敌人。但记得要时刻保有警惕，一个错误的步伐可能会给你带来灾难。利用沉浸式 VR 战斗掌握每一种武器，面对策略精妙的敌人，包括巨兽。唯一结束诅咒的方法只有杀死他们。游戏将于今年秋季发售，登陆 PSVR2、Metacritic 以及 Steam VR， 支援单人游玩。异形凶猛侵袭由 Survivors 开发的动作恐怖 VR 游戏，本周为这个系列带来全新的原创故事，完全将玩家置身于异形宇宙的恐怖之中。这些异形生物动态生成和路径规划有无数独特的可能性，或者会带一些朋友来找你玩，且并不是每一次抓起步枪对每个情况进行爆破就是最佳策略，许多不可预测的遭遇等着你去面对。游戏将于假日季发售，登陆 PSVR2、Metacritic 以及 Steam VR， 支援单人游玩。
漫威争锋，由网易开发的快节奏6对6射击游戏。这次发表会公布了2个新加入角色，猛毒与亚当，且在7月开启封闭测试。游戏中英雄会根据他们独特的力量倾向被分为3种不同的职位，分别是先锋、斗士以及战略家，甚至有些角色能使用联合超能力进一步丰富策略。玩家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角色和英雄，在战斗中创建一个相辅相成的阵容。游戏登陆 PS5、Xbox Series S 以及 PC 平台，用 PS5 玩的玩家可以获得一套独占的绯红蜘蛛人服装。烟云16声，由网易旗下 Everstone Games 开发的开放世界武侠动作游戏，背景设定在古代中国动荡5代十国时期，探索这片被战争和领土纷争蹂躏的土地。玩家将作为年轻武者铸造自己的道路，冒险穿越狂暴无垠的开放世界，运用各种武器以及神秘的武侠技艺，迎接惊险刺激的危险，去挑战技能各异强大的敌人。游戏预计7月26日发售，登陆 PS4、PS5、Xbox One、PC 以及手机平台，支援单人游玩。直到黎明，由 Ballistic 以2015年发售至 PS4 的同名游戏进行强化，是款互动式电影游戏，利用虚幻引擎5改进了动画、角色表演、视觉效果、音效等内容，提供真正电影级别的恐怖体验，且增加新的收藏品以及全新的环境可进行调查，并重新剪辑叙事序列，让玩家感受命运之夜的恐惧。任何选择都会造成不一样的蝴蝶效应。游戏预计今年登陆 PS5 以及 PC 平台，支援单人游玩。流亡暗道2，由 Grinding Gear Games 开发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，一款跟暗黑破坏神非常相似的游戏。不过这款是免费游戏，一款免费游戏竟然能够支援本地双人合作游玩，超级罕见。以一台主机上使用2个独立的账号登录。游戏中有12种角色职业，每种职业具涵盖了力量、敏捷和智力的各种组合。各个职业变体专注于不同的游戏风格，且在往后还可以将多个职业的技能结合起来，打造出你理想的角色构建。每种角色职业都有自己的3种升阶专精，共计36种升阶职业可供选择。这一代也引入了240种技能宝石，提供强大的主动技能以及资源。在游戏过程中，通过战役获取这些宝石，将它们组合在一起。该团队还宣称，这款绝对不会是 Pay to Win 的游戏，且与第一代是完全分开的。记得它还是完全免费的哟，值得期待。当然，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要多多氪金支持这个团队。游戏将在6月8日开启封闭测试，登陆 PS5、Xbox Series S 以及 PC 平台，支援本地双人以及线上6人游玩。沉默之丘2，由 Bloober Team 进行重制的经典恐怖游戏，以原作故事的核心角色詹姆斯和玛利亚作为重制版的核心，他们的情感弧线得到了保留，且特别注重通过动作捕捉技术展示他们的情感，以增加角色动态的层次，利用肩上视角保持原作所持有的惊悚感，更大程度使玩家沉浸感置身于游戏之中，且游戏依旧会让玩家行走在迷雾中冒险，在有限的能见度中潜伏玩家视野之外的各种怪物，营造一种黑暗中等待着玩家的不确定感。游戏将于10月8日发售，登陆 PS5 以及 Steam 平台，支援单人游玩。来了，众所期待的《魔物猎人荒野》，由 Capcom 开发的狩猎动作游戏，本周公布了全新生态环境——天线沙原。这个地方由沙漠、草原和岩石等不同特征的区域组成，且具有不断变化的面貌。生活在其中的魔物和生物们也会顺应变化，充满各种惊喜和发现。世界观则有点像掺杂了中世纪以及中东的元素，有别于以往出现的世界观来的独特。承接系列中令人熟悉的14种武器，丰富多彩的装备以及新的动作，细细观察魔物的行动和环境，为狩猎带来新的进化。因为资讯量太大，有想要更了解《魔物猎人荒野》内容的观众，可以去找其他 YouTube 的影片观看。而且6月8日的夏季游戏节还会透露出更多内容。游戏预计2025年发售，登陆 PS5、Xbox Series S 以及 Steam 平台。最后，太空机器人由 Team Asobi 开发的动作游戏，在本作中，玩家能探索6个星系和80多个关卡，寻找 S 座4上的船员，乘坐 Dual Speed 深入体验每个独特的星球。每个星球都将带给玩家们令人惊艳的惊喜以及满满的回忆。像我这种除了玩过 PS5 和 Switch 以外，小时候玩过的 PS2 游戏也出现在其中，不禁让人会心一笑。难得许多人一直等待的 S 座游戏有了完整的冒险之旅，也是作为
为最充分发挥 DualSense 控制器、数学回归和自适应扳机的游戏，让你深刻感受旅程中的每一步。游戏将于9月6日发售 ，PS5 独占，资源当然有玩。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，这次的发表会大家觉得如何呢？最期待哪款游戏呢？都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再过几天就是 Xbox Showcase 跟夏季游戏节了，当然也非常期待老任的直面会。喜欢的话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支持小弟我哦。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I felt as if I was awakening from a years-long coma.